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上一个视频介绍了我的特斯拉 Model 3，它是2018款的长距离后轮驱动，目前2岁又3个月，里程差不多是21500多英里，也就是快35000公里。我分享了我这段时间遇到过的问题，不过因为时间的原因，我出车祸车子维修的部分，我把它留到了这次的视频。维修因为也涉及了保险，所以我也会需要说一下保险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刚开始买 Model 3就查过了，网上有很两极的说法。有人说特斯拉安全性好，所以保险比汽油车还要便宜；有人说保险很贵，1个月保费要200左右，不过跟同价位的汽油车保费差不多。保险跟个人的信用记录还有在哪一个州有关，所以这边只是提供参考。我先是问了 Liberty Mutual 还有 Geico，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联合了，他们有时候会把保险直接给对方的公司，给出的估价也差不多，都是差不多200左右1个月。我后来问了 Progressive， 结果发现1个月只要100左右，不过我听说 Progressive 的服务差很多，不过基于价差我还是选择了 Progressive。目前我开2年多之后，保费涨到了1个月120左右，如果再涨的话，我会去其他家询价。我这价钱都是一次付半年的价钱，如果月付的话应该会更贵一些。我在上次视频提到，特斯拉 Model 3的重量比平常的 SUV 还要重，所以相对于其他的小轿车，安全性更高一些。我的车祸是侧撞，另一台车换道时没有看到我，那时候2台车在高速上面时速都是65英里左右，也就是时速快105公里。他侧撞我后门之后继续往前开，把我的前门、车轮还有前侧板都刮坏了，而且至少前后门都是凹进去了，不是普通的刮痕。需要注意的一点，你必须要找到能做铝的钣金垫，如果你在意会不会影响保固，可能还不能用普通的修车厂，必须要是特斯拉认证的修车厂，所以基本上很难比价，因为选择性并不多。然后因为特斯拉本身就很缺部件来造新车，所以维修等新部件都需要等3到4个星期，然后维修不知道为什么又很慢，也要2到3个星期。我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把车给修车厂，结果将近2个月都没有车用。这边还需要注意，大部分保险只提供你1个月的租车，一不小心就需要自己付费。因为我看了别人的经验，我找了一家离我家比较近特斯拉认证的修车厂，我很明确跟修车厂说了，只要特斯拉的零件不到，我是不会把车子留给他们的。果然零件等了4个星期，我把车子给他们之后也修了3个星期，我用了保险，付了底金$500，撞我的人没有保险。Progressive 说我要自己先付钱，他们会帮我跟撞我的人慢慢要。目前过了1年半，他们说那人还在每月定期付款中。虽然我只付了底金，但是我还是看得到总价，美金4556.22元，这已经是包含了底金的500元，其实并不算太贵。我觉得一般汽车这样的修理也差不多需要这么贵，不过将近2个月才能完成维修，实在是大大的扣分。我之前还换过一次挡风玻璃，我的挡风玻璃在高速上被石头砸到边缘，原本大概5公分的裂缝，隔了1天变成15公分以上，一样不出所料。换玻璃的公司一样花了3到4个星期从特斯拉那边拿到货，虽然安装只花了半天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有可能是因为特斯拉比较新，他们安装可能也比较不熟练，挡风玻璃上缘的橡胶并没有密封好，这在我拿到车时就发现了。不过他们说这是特斯拉原厂自带的橡胶，他们没有办法只修这个，不过他们认为防水的密封胶在下面，所以这应该不会构成问题。如果我一定要修的话，他们就需要再花3到4个星期从特斯拉再拿到一个新的部件，然后在安装时尽量做得好一点。不过我想就算了，如果下次挡风玻璃再裂，我可能会直接让特斯拉的维修厂做，因为我保险换挡风玻璃是零底金。如果我要自费，我看网上大家的经验大概是$850到$1100，特斯拉自己的维修厂好像是$950。我上一个视频也说过了，换12伏电池，我换是免费的，因为还在保固以内。我查了一下，目前看到 Model S 4年的车主说第2次换12伏电池花费是$250，费用还算合理。不过我在上一个视频也说了，平均不到2年就需要换一次12伏电池，寿命有点太短了，算是一个蛮大的缺点。我上次去特斯拉的维修厂，他们说他们已经取消了 Model 32年的保养，说如果没有感觉到车子有问题，那就没有维修的必要。我换挡风玻璃时，维修的公司说必须要去特斯拉的维修厂重新校准前方的摄像头，不过特斯拉维修厂说不需要，他说会自动校准。我的车子还有2个问题，
一个是空调感觉不是很冷，然后是有一股醋和菌类的味道。特斯拉维修厂说会帮我加冷媒，然后换新的空气过滤网。我最后看收据，他说人工费108.5美元，空气过滤网17美元，总共125.5美元，加税126.87美元。不过内容却是说去除醋味108.5美元，然后空气过滤网17美元。老实说，我并不确定他有没有帮我加冷媒。我上一个视频也说了，特斯拉在客服方面非常不靠谱。不过我觉得108.5应该是包了冷媒的费用，至少我记得柜台在做之前是跟我说加冷媒是100多。老实说，保养跟维修费用比我想象的还要低，不过每次要等的时间实在太长了。我上一个视频也讲了特斯拉不少的缺点，不过我觉得优点还是大于缺点的，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。车子基本上不需要保养，容不容易坏需要时间的考验。我以前的汽油车差不多6年就是开始考验零件可靠性的时候，我现在只有2年多，所以还说不准。不过理论上部件越少，容易出问题的概率越低。最主要的是电池和马达，至少都有8年的保固，所以我还是挺推荐的。如果你觉得我提到的问题还有维修费用能够接受，可以使用我下方提供的链接购买。本频道还是会着重于居家技能，不过由于题材有限，有时候会混一些别的内容。不过我觉得特斯拉还有太阳能板基本上就像我的房子的一部分。特斯拉部分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，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大型的玩具。我目前没有打算继续做特斯拉有关的视频，不过如果各位有兴趣，可以留言让我知道，在题材不够时我可以补一些内容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